爱莫能助。皇帝陛下，你搞什么鬼？求女侠，顺手把我也给带走吧。累赘一个也是带，两个不嫌多。更何况我出了事儿，我腿长自己能跑，绝不给你找麻烦。你都听到了？千真万确都听到了。女侠不生我的气了吧？嗯。从此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。生气做什么？女侠，那我求你，把我从这个窠臼里面救出去吧！我求你，这大恩大德，我来世做牛做马。阿肥，我一开始还在想，你这五湖四海的乱窜，当真是为了行侠仗义吗？现在看来，你不过跟李胜是一路货色，四处招摇撞骗，还离家不归。处理完这里的事儿，我就要回去了。我劝你也早点回家吧。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等得你家人担心。我也想回家呀，我也想有个家人能够盼着我回去。你没有家人吗？家人？要说是亲戚，萧家那边可能还有不少，只是恐怕他们连半个家人都算不上。你不是还有一个义弟吗？子申？嗯，是啊，我看着他长大，他对我也素来亲厚。他虽然是当朝的三皇子，我们的身份有差别，但是还好有他在。他们大白天的敲什么锣呀？猜不出来吧？就不告诉你。吉兄，外边铜锣声四起，看来青龙主他已经到了。我家将军问青龙主安好，不知青龙主此番前来，有何贵干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文将军是让自己的手下来传信，所以这个青龙主也是效仿文将军的方法，同样让手下来传信，摆架子。不
不错呀，猜出来了呀，果然有慧根了。哼。我家主人言道：“此地南北不沾，但听说文将军在此，不速之客就不搅扰了。只是我家主人最近走丢了一条狗，听人说被人关在这客舍中，还有人公然烧青龙旗灭青龙乡。我等不过是来讨要个说法。”文将军也是个讲理的人，想必不会怪罪吧？你说是青龙主厉害，还是沈天寿厉害，还是段九娘？能与穆小乔齐名，自然是有他的过人之处。这江湖之大，高手更是如过江之鲫。要想在这些人里面分出个长短，那怕是一件极难的事情。不过我相信你能成为这样的人，但是前提呢，我们要先从这客舍里面出去。不是文某不讲道理，只是这三春客舍中住了一位贵人，此处实在不宜各位久留。我们明天一早便走，青龙主不妨多等一晚。到了明日，你们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文某人绝不打扰。我们江湖中人本也不愿和将军为敌。好，还请文将军也稍安勿躁，我们就在客舍外等。等文将军明日一走，我们再来。撤。青龙主，你这青龙旗是我毁的，青龙香也是我灭的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把客舍里的人放了，冲我来！你故意的？这种情形只能如此了。文将军，你们说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护公子平安。是了，这就没错了。这种场合，以后有的是机会看。现在他们要紧。哎，但整个客舍都被包围了。你还记得早上那个小白脸来的时候，华掌柜让他随便搜，结果一无所获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客舍应该还有一条密道？怎么，文将军？难道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就是将军的主子？我几次来这客舍的时候，找你，你都躲得不见踪影。我刚才要对那臭丫头下手的时候，你又出来的那么及时。想必你在这肯定有个不为人知的藏身之处，赶紧从你的狗洞里面逃走吧。你既然这么厉害，想必出去自然有一番天地。那你还赖在这干嘛？还不赶紧走！周姑娘不可，此时若将她推出去的话，等于要了她的命了。他差点要了你们的命，都是因为他才惹出这么多事儿来，你还护着他。抱歉，在下实在不想参与你们的私事儿，只想问齐大侠，你们说的那个狗洞，到底是在哪儿？怎么，你要进去？除非从我这儿过去。只要诸位不伤了他，我愿意带各位去。哎呀，楚楚还在楼上。我先行准备一下，一盏茶后，后院谷仓见。好。好。
今日若真的打起来，文将军，恐怕胜负也难分吧。青龙主所言极是。如果青龙主能给我们家公子一个面子，放了这儿的百姓，文某必定备一份厚礼，登门道谢。好，今日我就卖文将军一个面子。青龙香和青龙旗的事情就此作罢，我也不会大开杀戒。但是，我的爱犬伶俐得很，今日若找不回去，恐怕日后我可不希望再有日后了。所以今日我一定要进客舍搜一搜。这件事情和你家主人毫无瓜葛，文将军。这个面子你不会不给吧？青龙主，请。有手！是。你们怎么不打了？公子，这个事儿就这样了，别让下属为难。等等！哎，这两位姑娘，是我家公子的家眷。这两位贵人还是有几分姿色的。刚说给我一个面子，怎么反悔了？啊！我刚才突然又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打一架比较爽。密道在谷仓附近，快走！真是后生可畏，周先生见了一定很欣慰。阿飞，别逞英雄了，去找几大侠。怪个小美人私奔了。哎，打皇帝犯法吗？这打谁也不对啊！殴打庶民、殴打皇帝同罪。那就好。哦，分寸呢？啊？你真是皇帝吗？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对，文将军看起来挺靠谱，他应该不会那么瞎。所以，是你投错胎了吧？不错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阿飞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哎呦，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文将军今日若是为你打架受了伤，那可就亏大了。你放心吧，文将军是你爹手下的第一高手，青龙主从他那里讨不了什么好处。走，我们去谷仓找启大侠。哎，楚楚人呢？不用找了，人在这儿呢。
虽然我武功稀松，比不上你们这些南刀北刀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可是我想，我要掐死这么一位姑娘，应该是不成问题吧？你就这点本事啊？把你的狗爪子拿开！他要是少一根头发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哎，这姑娘怎么比你漂亮那么多呀？女孩子嘛，就要这样细细软软的才比较好。像你这样打打杀杀，小心长一脸的皱纹。哦，对了，我都忘记了，像你这样打打杀杀的，估计都活不到长皱纹的年纪。再说，你看我像是怕死的人吗？阿佩。我听启大侠这样称呼阁下，想必阁下大名就是这个了吧？敢问尊称是否是有因呢？你知道什么？周姑娘，刀下留人。我没想到她竟然学了青龙主的医学之法，是我失察，实在抱歉。哼，难不成你以为我加入四象山只是个幌子吗？怪不得小白脸说话藏头露尾，闹了半天是在鬼话连篇，等着没人的时候好杀人逃命。周姑娘，还是饶他一命吧，看在李老寨主的面子上。你提我外翁做什么？阿飞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殷文兰之后。山川剑，双刀一剑中的那一剑。剑乃君子，山川剑殷文兰是正经八百的出身名门，而立之年后，自成一代宗师。可惜飞来横祸，满门被灭。就他，山川剑的后人，看什么看？真这么要脸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先走。报告主人，我们找遍了客舍的上下2层，没有发现他的踪迹。一群废物！去，把狗给我找出来！堂堂北刀，在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客舍里面当厨子，还惶惶不可终日，非得挖个什么地道，真是不能够理解。人不当，非得要当鼠。那你呢？人不当，非要当狗？你懂个屁！我是人，自然不懂。让你跟着走就不错，乱叫唤什么？小心我揍你啊！哎，诸位。这条地道是为了我和我那未过门的妻子修的，我们2个想隐退江湖，隐匿于此，怕仇家来寻衅，所以特意挖了这条地道。哎，与己兄无关啊。周姑娘、谢公子、吴小姐3位，请先走一步，快！你先走。好。华掌柜，你这个手还能行吗？没关系，那就多谢华掌柜，先走一步了。请阿飞，走。阿培，跟我们走。走。看来他们是在这边啊，给我追！阿培，华兄，季兄以前听你的，以为他只是年少冲动，情有可原。可今天你算是见识了，这种人你还护着他吗？你是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但我今天绝不可以放过他。
华兄，你时常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挂在嘴上，不就是年轻的时候英雄救美，受了重伤，差点要了命，他救了你一命吗？哎，纪云辰，他救的那个女的，后来找到了你是吧？是。你为何将那仅剩的一颗九环丹给了那女的，去救这胖子？当年我入关之时，家师相赠一颗九环丹，常人服下，有疗旧伤之奇效。你自幼娘胎带病，身体虚弱，我想等你再长大些，再让你服下，或许能发精洗髓。可是没想到，东窗事发，我知道了你的那件丑事，我怎么可能去吃你那颗九环丹？是，我酒后失言。纪云辰，你都不仔细想想，是谁把你灌多了？是谁从你嘴里套出来的话？是谁安排我在现场的吗？你闭嘴！那个女的看似单纯，其实城府极深。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做一个圈套，让我跟你反目成仇，为的就是要那颗九环丹去救这胖子的性命。你有半条命，都是我施舍给你的，你还要杀我？怎么有2条路啊？他们呢？他们都有各自的江湖恩怨，我们还是别插手吧。华兄，快走！吉兄，我的命都是你给的，既然你那么想护着他，好自为之吧。多保重。华兄，当年修这个地道的时候，我留了一个机关，没想到今天真的用上了。你怎么跟来了？这密道是你家建的？不要脸！你，周姑娘，花掌柜呢？林主任，文将军的人还在客室附近。小宝贝儿，等文将军走了之后，你一定帮我好好的找一下我的一条狗。胖子对这附近很熟，估计早安全逃脱了。这条路是往哪儿走的？这条路一直通往衡山脚下。在衡山脚下挖密道，衡山派没意见吗？周姑娘有所不知，当年两军在此地交战，打的是昏天暗地，民不聊生。衡山派一向颇受百姓敬重，有不少弟子都是山下人家的，他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。可是，一旦插手，就怕会引火烧身。那后来呢？那一战，从掌门到几个辈分高的老人都折里头了。后来剩下几个零星的小辈，
哪儿扛得起这么大一个摊子？有家的就回家了，没家的就跟着新掌门走了。新掌门带他们去哪儿了？据说那新掌门是老掌门的关门弟子，走的时候啊，也不知道有没有16期，后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看，咱们还是先走吧。嗯。走。阿飞，他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？他大概满江湖跑的时候，净顾着听人家墙根儿了。撞到鼻子了。哎呦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快看看，阿飞，有没有鼻血流出来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什么。你干什么？有虫子，你信吗？让开，恶心！哦，踩我脚！道长，这次用了多长时间？不到1盏茶的时间，比上一次快了不少。这奇门阵法真是奥妙无穷，我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。贫道也是悟了很久才明白这个道理。哦，你人聪明，奇门的阵法教了你1次就全学会了。不过也证明，贫道也很有眼光啊。你是48寨的青年才俊，自然不便拜入贫道的奇门门下。但贫道想把奇门的阵法、武功典籍都能传承下去，不想让这些随贫道一起淹没了。李胜何德何能，能得道长如此青睐？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等到青龙主与官兵都走了，我们再出去，这样也好脱身。脱身？你们得罪了青龙主，想脱身？别做梦了！你要是得罪了青龙主，他追到天涯海角都得杀了你。现在你见这么个粗制滥造的地道就想躲不过他，太可笑了。他不是你主人吗？他不救你吗？哼，倘若他要追上来的话，杀的第一个人就是我。我听说别人都是收徒弟，这青龙主收了18个一子一女，方才才有人称你为少主。不敢当，自甘下贱而已。你们没有听说过有人管自己的狗叫做儿子吗？每次我们见他的时候，都要匍匐在地上跟他说话。他还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做了一个标记。那你这只呢？有吗？这么大个标记，你刚刚没看见呢？还真是作践自己啊！不敢当啊。不过我这个人呢，最聪明，最顺从，也最会巴结他，所以他时常带我在他身边。九龙叟那个老家伙太不上道了，连主人的脚趾头他都舔不着，所以他就只能捏起鼻子跟着我拍我马屁，所以我就带他出来，来解决这个废人。按说呢，他老人家也费不了多大的功夫，不过没想到，北刀就是北刀啊，身边人才济济，哼，厉害。让这九龙叟折在了里面。平时如果我狗仗人势犯点什么事的话，挨一顿鞭子也就算了。可是现在，一顿鞭子那是解决不了了。哦，回去要挨打了。当年南北双刀并称双绝，南刀李征在湖湘，北刀关峰在关外。李老寨主交友极广，后来扛起了48寨的大旗之后，更是举世闻名。
相比而言，关峰关老前辈就没有那么爱问事了。他比李老寨主还要年长10来岁，早年间还有一些传闻，但是自从那次武将叛乱后，他便没有入过关，逐渐就成了个传说。我倒是听我娘提过一点双刀的事。南刀极凛冽，有北风卷雪之势，而北刀似水，人称断水蚕丝。原来北刀这么厉害。他不仅刀法厉害，卑鄙无耻起来更厉害。我年少时道法出城，拜别恩师，执意要入关。师父也曾劝过我，但是我却认为是师父胆子小，老了。我不听，师父竟劝不住我。临别之时，他耳提面命，令我凡事三思而后行。他说：“徒儿啊，你手中之刀，就譬如农人手中的锄头，长房手里的算盘。锄头与算盘都是做事用的，不是做人用的。千万不可本末倒置。”刀怎么能跟锄头算盘一样呢？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，自然便不听。我心想，刀乃利器，这刀法中若有魂灵，那么断水蚕丝就是我一手一脚一魂一魄，怎可被比作锄头算盘之类的蠢物？入关之后，果然，凭我手里这把刀，我纵横天下，很快便闯出了一些虚名。我好不得已，我有心想，就在此开宗立派，让北刀重现人间。半年之内，我连下7封战帖，打败1干高手，直到那北刀纪云尘刚入关，就连挑7名高手，至今尚无败绩，属实厉害啊！那是因为他没有碰到殷大侠，你知道吗？他师父关峰当年之所以龟缩关外，几10年不踏入中原半步，正是因为败给了山川剑殷文兰。可见断水蚕丝不过2流，竟也好意思同破雪刀并称南北双刀。哼，江湖传言，我看也是。燕大侠今后打算去向何处啊？还没有做打算。客官请慢用。来，请。少侠，请回吧。殷文兰，你不敢应战是吧？好，我就在你府门前等你3天。你若依然闭门不出，我就公告天下，你山川剑不及我北刀。殷文兰。我娘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，就敢闯入地煞山庄，和段九娘以2人之力抵抗3大地煞高手。而段九娘20出头的时候，已经靠一双骷髅手横行江湖。就连纪大侠，也是初出茅庐便一刀经世，心里开始惦记着要开宗立派。可我呢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。我手里这刀，确实和锄头算盘没什么区别。纪大侠，
那后来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在这儿干啥？哪儿来的野小子？走开！我可不是野小子，我可是山川剑殷文兰的儿子呢。你是殷文兰的儿子？那正好，进去，把你爹给我叫出来。不去。为什么？我是偷跑出来的，他们叫我读书，我不想读书。那你想干什么？玩儿。那好，叔叔就带你去玩，等你玩够了，叔叔再把你带回来，好不好？嗯。悄悄的，谁也不能让知道。走。话说，这关风一柄长刀直取殷大侠，俩人大战了300回合。列位，这300回合那是什么概念啊？那是打得天昏地暗，地动山摇，日月无光啊！嘿嘿，那是只见刀光，不见人影啊！啊，毕竟是我殷大侠，那是武功盖世，那是举世无双啊！一把山川剑，打得北刀丢盔弃甲，满地找牙呀！叔叔，北刀是谁啊？既然被我爹打得满地找牙，我真想见见我父亲的手下败将。列位，关风这厮，哪怕是一听到我这殷大侠的威名，干嘛？就下来。干嘛呀？我还要听书呢。躲在被窝里。若不是听那些叔叔卖唱的伶人编的段子，我也不会一时冲动。一时冲动，所以你就扣下了他的孩子，逼着他前来应战。那孩子就是你吧？老爷，出事了。去把剑给我拿来。是。我爹，就算是带伤应战，也能打得你屁滚尿流。没错，我不是易前辈的对手。姬少侠，你为逼我应战，竟不惜出此下策，绑架我儿。辱师之仇，不得不报。今日，我就要为北刀正名。
在我无端挑衅之前，殷前辈刚刚大发过地煞，他身上本就带着伤，又在我的逼迫之下，无奈带伤前来。当时对战的时候，他本可以杀我。今日是输是赢，我北道都认。大不了10年之后，一切从头来过。但是你硬生生将剑震断，你分明是在羞辱于我。纪少侠，往后这几十年，有的是你们刀山火海要找。我只是不希望你们这些后生无端折在我的手上而已。老爷，老爷，家里出事了，咱们家里被人抄了。什么？你把我爹引了出来，坏人趁虚而入，引得我们满门被灭，全家110号人，没有一个人活下来。怎么只有你还活着呀？你怎么还不去死啊？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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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送小英佩回去的时候，殷家已经被灭门了。这么小，就要看到自己的家人们死在面前，这心灵得受多大的伤啊！纪前辈，言语好似飞沫，有忠言如良药的，也有见血封喉、勾魂乱魄。出的人口入了你耳，一旦你往心里去了，便是在无形中被人摆布了。人心险恶，譬如九幽深谷，别人心计千重，算你一片赤诚。你当时年纪又轻，一时冲动上了当，本不必太自责。你懂什么？你懂满门被灭是什么样的滋味吗？殷少侠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你讨债讨错了人，别人纵然觉得你可怜，不怪罪你什么，你就真当自己赢了吗？那真正的始作俑者，岂不是要笑你傻？谢公子，不必为我开脱，是我犯了错，我欠的债没什么好抵赖的。养我的人，就是间接害死我全家的人。你是无意之中得知殷家覆灭和纪云辰有关，因此愤而出走，又碰巧遇上了青龙主，把你捡了回去。诸位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送你们出去吧。将军，如何？可有行踪？君上这一跑，简直就像是鱼入了海。君上此次带着周姑娘和吴小姐，肯定要比一个人的时候目标大一些。要不要属下再去寻找一番？罢了，君上要去哪里，我们岂能拦得住？你们先回营，把这件事禀报给甘棠公。是。撤。
丁主任，那文将军似乎已经出了城，往南去了。很好。那是衡山方向。走。出来了，多谢季大侠带路。不必客气。谢公子准备去往何处？哎，我不过是一个闲人，何处不可去。不过二位闹了这么大一场，要去哪里呢？你们要是有意，都可以跟我回48寨。你这是在邀请我吗？是啊，你去不去？倒是那小白脸有点问题，带着麻烦，弄死也不成。难不成就地放生吗？我呸！哎，你仗着你是南刀的后人，你就这么大言不惭啊？要是没你外祖父，你连狗屁都不是。你们南刀北刀加起来，是我山川剑的对手吗？哎，少说两句。来啊，让我看看你嘴里的山川剑。行啊，来啊，来啊！阿飞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放心吧，他呀，怕是连山川剑的一招半式也使不出来。我呢，虽然不如我娘和外祖父，但至少我不会卖祖求荣，给别人当狗。臭丫头，你要是再这么猖狂，信不信我撕烂了你？青龙主来了。你不说那文将军靠谱吗？怎么那帮敲锣打鼓的这么快就追来了？嗨，他打一半发现人没了，肯定就没心思跟这些门外道打了，自然就匆匆离去了。你踩我干什么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看那样子就来气。当务之急，赶紧跟我走吧。这里地处偏僻，我相信应该已经甩了他们了。项圈都没摘得高，别人是抱不走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每日服食一种丹药，身上有味儿，人是闻不到的，只有他手里那只寻香鼠才能闻得出来。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，他都能找得到。你有话不早说，非得这时候才说。既然你不及时说，那你就闭嘴吧。把我们家的狗还给我，本座
赏你们一个全尸。是吗？本王活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回听说有人要赏我一个全尸。本王刚开始还有点不信，不过看秦龙主这不打自招的阵仗，看来那件事儿是真的。把山川剑交出来，本王保你一命。你说你一个青龙主座下的狗，死也变死了，丢也变丢了，青龙主为何追了你这么久？这是青龙主的作风吗？哼，少侠，你自己前后编了那些瞎话，哪一句对得上？劳烦以后编瞎话多费点心思，动动脑子。哦，原来闹了半天，他追杀你是因为你偷了青龙主的东西，还糊弄九龙总那个大傻子为你保驾护航。要不是猜出这把山川剑可能在你身上，你真的以为本王会捞你一命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？我说文将军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此地？敢问阁下，是哪一位贵人啊？出来一个能帮我的人。我家君上乃是皇室血脉，不错，我的身份高贵，所以文玉要一直保护着我。但是我又不喜欢别人跟着，所以他们为了我的安危，就给了我把少剑。只要少剑一放，不管我在哪儿，他们都会来保护我。青龙主，这东西是不是你的，你心知肚明。世上只有苦主讨自己东西的道理，其他人都名不正言不顺。如今那个苦主的骨头渣子都烂没了，你我抢着山川剑，都只能算是贼。像青龙主这样的前辈，想必是做不出这种贼喊捉贼的龌龊事儿吧？哼。走吧，多亏有西红子在。就他那